嘿，大家伙儿早喽！7月21号星期五，一周过完了啊。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但是就如昨天预告那样，今天回评论，因为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公园跑，5公里的，所以今天也轻松跑了。不过这个周期因为第一天是一个强度比较大的强度课，导致比较疲劳。就这种疲劳感其实怎么说呢？你要说你今天必须你要全力以赴冲一个东西也能冲，但是可能效果不好，而且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而且明天家属跟着去，所以明天就顺其自然吧。但是今天还是保守一点。而且今天应该跑得短，10来公里。我也不建议大家说，比方说一周之内有3次强度，这个不现实。2次其实都不现实，就会比较累。基本上2周3次，对普通人来说啊，你想冲成绩的话就够了。1周1次也没事的，也正常。行，那一会儿咱们回评论啊，加油干！今天跑得慢哈，咱们回评论。第一位女性跑者，28岁，48公斤，好像说月跑量能到200，了不起啊！现在在深圳，天气热了，跑不动，成绩直线下滑。希望下半年比赛能破4，有没有机会？说之前好像能跑5分30多的配速，现在只能5分50多。破4是多少？我想想啊，好像是540，对吗？540、541。我觉得200公里1个月跑1年，肯定破4了。不过女性选手可能要减15分钟，但是问题也不大。不过可能会比较艰难，可能。然后是拉伸。说自己跑步如果不拉伸呢，第2天就会疲劳，然后肌肉就会觉得不舒服，拉伸就没事儿。这个还是我那句话，因人而异。像我现在不怎么做太多静态拉伸，是因为本身现在这个训练对我的损伤就不大。我跑10公里跟您跑10公里，可能肌肉的消耗是不一样的。这就像说，我跑完全程马拉松我也累，但是跑完全马坚决不要做静态拉伸，会受伤的。你宁肯累一点，它也就是这样。您那个原因，可能拉伸能够帮您缓解一些肌肉的紧张，您就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为什么很多跑者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拉伸比较重视呢？他可能就是因为跑完以后不舒服呗，然后想找一种方式去解决，不管是拉伸也好，还是泡热水澡也好。但是这些我已经都经历过了。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跟您分享了我的经历，并不能帮您不走这一步，肯定还是要走这一步，每个人都要走这一步。只不过走这一步的时候，您能清楚地知道这一步是个很正常不过的现象。这就好像说研究什么现在还不能被证明真的可行的科技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第一个开拓创新的人是为后人带来很多的这个宝贵的财富的。他不一定共享他的具体的做法和各种细节，但是起码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可行。我觉得我分享我的一些经历，也希望能够让大家不用太担心就好了。下一个啊，1个月跑2场比赛，1场半马，1场全马。半马之后是全马，是柏林的全马。想2场都 PB， 间隔多少？我是觉得，如果在1个月内，那您最多间隔3周嘛，对吧？很可能我猜是2周。那您的前面那个半马呀，就不要全力以赴，90%的力。
当然了，如果您已经很训练有素，比方说您的半程马拉松可以跑进1小时20，全程马拉松可以跑进3小时，那其实半马全力以赴也没事儿，因为一般这种强度的半马，全力以赴完了1周最多1周就恢复了。但是如果您是那种很艰难的要 PB， 我劝您还是把重心放在全马上。柏林的全马是很容易出成绩的，主要是天气好。其实路面平不平对普通人来说不差那一点儿，而且如果您起跑靠后的话，柏林前几公里是很窄的，对普通大众没有想象中那么友好。不过您是要跟吉普乔格跑同一场柏林，我猜啊，这也许是吉普乔格正式比赛冲击最好成绩的最后一场了。因为毕竟像奥运会这种都是名次游戏，不是成绩游戏。我猜啊，可能我想错了，所以加油吧。刚开始晨跑，各种不舒服，不吃饭也不行，难受。有什么建议？所有的不舒服都来源于不习惯。在我们生活中，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很少有人的不舒服是因为超过了自己的极限。因为我们生命中没有太多需要超过极限的事情，所以马拉松才有魅力。马拉松也许是普通人能够做一些极限的事情中为数不多的之一吧。300公里1个月，但是只能跑530的配速，是不是要一直这样跑下去？会不会好起来？肯定是会好起来。但是其实530配速跑300公里1个月，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不过跑得多了，您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办法跑得快了。因为您哪怕别说300，你有200公里1个月的跑量，你肯定会其中有那么几公里、10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是比较努力的。有这些，基本上您会越来越快的。还有小伙伴说，是不是堆跑量就行了，不用太关注跑姿啊、步幅这些？对的，因为这些都是训练的结果。您不跑，永远是不可能跑得好看的；您不跑，步幅永远不可能大，对吧？你得先跑，那些都是在跑的过程中互相作用去调整的，而不是说我要模仿。您看，我都跑到现在这样了，我现在想步幅大，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能跑啊。最多做些力量训练，但是这些力量训练也是被跑步指导的。就是我跑的时候，我发现，哎，好像是我哪儿再有点劲儿，我可能会更好。这些都是得跑才能感觉到。就像我昨天分享前天的强度课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也是要跑多了以后你才能感觉出来的。就像我老说，练得多了，不管是练什么，人对自己身体就更敏感，你的状态、你的舒适度、你的能力，你现在什么样、哪儿疼，这些你都能更敏锐的知道。这也是为什么跑的人多了，受伤就变小了，也跟这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大家伙一定就是您想解决的任何的跑步的问题，都可以被跑步解决，而不是被其他东西解决。而且您听我一句，如果您的跑量不够，或者说跑得少，您在任何的健身房学任何科学的动作，或者说维持这些科学动作的力量训练都没有用。您一上马拉松赛场或者一上跑步赛场，依旧是完全不行。现在有小伙伴说5公里、10公里的比赛有什么策略？没有策略，就玩命冲，不要补给，没有用。赛前吃不吃东西也没有用，如果吃的话，提前半小时吃点甜的就行了，越轻越好。像5公里就上来就干呗，是会很艰难。其实5公里、10公里也比全马艰难，半马也比全马艰难，但是艰难的点不一样。前3者就是50、半马这种，你艰难了之后，越艰难越快乐，就你觉得你是在冲，特别带劲。全程马拉松呢是个系统工程，
有的时候那个艰难是无尽的痛苦。如果你系统工程做的不好，如果做得好呢，那个艰难就是快乐。做得好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后边结束之前那10公里是那种知道自己还有劲儿，然后并且深刻的知道自己还能跑多快，然后再努力的去维持，就是很专业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对了。做的不好的或者准备的不够充分的呢是什么样呢？是你到最后你会觉得就生不如死，完全没感觉了。这是2个不一样的感受。21岁，每个月能跑300多公里，现在是330全程马拉松，年底能不能破3？我觉得差不多，年轻。像您这个年纪，其实优势就是恢复能力，还有就是不太容易长胖。您就听我的建议，可以试试把跑量加到350，然后多跑一些有强度的课，不用太担心受伤，因为恢复能力强。然后多吃饭，多喝水。因为为什么说年轻只争朝夕，就是这意思。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练1年，可能比我现在练2年都好，因为你效率高，你可以大练大吃，我就不行。Nike 和特步的160 Pro、160X Pro 3.0尺码的对比，我的 Nike 都是405，但是特步没有405这个号。所以就是41，怎么说呢 ？Nike 的405，就我比赛什么的都是它，会比较正合适。特步呢，41的话呢，比正合适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因为它叫什么包裹做的还不错，感觉不出来。我猜想可能40会稍微小一点，如果特步的话。下周1、2在大阪旅行。希望在大阪城一起跑步，那就偶遇呗。下周1是我第1个训练日，我基本上前2个训练日第14公里左右到达大阪城。你看我视频应该也都大概知道。每天都能跑8公里有氧。想完成一个半马，在年底，我觉得没问题，肯定没问题。是半马是全马，我可能记错了，全马也没问题，我觉得。但是就是不会有太好的成绩。行，差不多都回完了。今天是2伏的第1天呀，好像前面是老哥跑过来了，聊聊天。明天老哥也去Park Run。嘿，看老哥穿了个什么？穿的什么？北京马拉松。哦，穿的拖鞋。啊？穿的拖鞋。对。看小伙伴碰见了北京来旅行的小伙伴。对。来玩几天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今天下午就要回去了。我们也要回家了。对，正好能碰见。住哪儿啊？我住在道东窟。哦，那顺路啊。你要回去吗？现在？对，回去。来玩了几天呀？哦，已经10多天。哦，可以。都在下班吗？那我是从东京一直到这个，一直过来的。还有我父母。哦，可以。不错。因为在北京每天起床就看到你的视频，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现在才5点半，北京。你就在乔安区吗？我是跑完崇礼之后，第2天就来。100公里吗？跑的？没有50。哦。那你这可以啊。这时间太50公里还是可以。
跑马拉松平常还是对，跑越野都有吧。都有。哎，7月21号星期五清晨6点55，训练结束啊，第3个训练日轻松跑。半路碰见老哥了，然后就一起轻松跑。老哥穿了双拖鞋哟。昨天下午晚上，老哥去跑强度训练了，10多公里的配速跑。知道个新消息，就是每周4的晚上7点15，在长居公园那边有全日本就全大阪最大的一场训练会，有300多人参加。夏天的时候是15公里，冬天的时候是20公里的这种配速跑，有pacer的那种。下周暂停1周，下周我去。老哥说，从2小时10几、2小时20的成绩的选手都去，带劲啊！到时候给大家拍一拍。而且今天在回来的时候，跟老哥一直慢跑，然后后边有一小伙伴喊我，从北京来玩的小伙伴，今天也是要回去了，最后一天在大阪城，然后碰见了，然后聊了聊，还不错，还不错。现在越来越方便了，这边往返北京可能现在算是旺季，因为是暑假嘛，也就是3000多块钱机票。淡季的时候过了9月份，可能2000多往返北京，还是不错的。就是相对于上海呀什么的，这儿稍微远一些，上海飞这儿更近更快。1小时16，跑了13.39公里，平均功率176，配速5分42。一开始基本上5分出头，后来在一起跑的时候就边跑边聊嘛，停下照个相什么的，我也没听见。心率132，步频192，还行啊。今天调整调整，放松一下，明天去跑那个5公里。老哥说他计划跑19到20分钟，因为这2天他那个训练强度也比较大，他其实这几天的训练强度比我还大。你们想想，59岁了，所以明天我跟老哥说，那我们的目标就是19分钟，然后看看能不能跑到一起跑。是2.5公里1圈2圈那个公园，家属都去，完了之后聊聊天，是不是？行吧，那今天回了回评论，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然后咱们一起加油干。夏训，对，还有一个忘了回了。那小伙伴说，我老说努力夏训，秋天就有好成绩了。夏训有什么要注意的？这个其实没什么，也没什么核心的点，就是找个由头训练呗。冬练3九，夏练3伏嘛，是吧？行，那就这么着，咱们加油干。然后明儿见，明天会晚些发，可能会在午后吧，大家见谅。